总裁，爆了！爆了！一惊一乍，什么东西爆了？你奶奶爆了，上新闻了！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抖音新闻。最近，一位网红老太太备受关注。70岁老太发抖音给瘫痪孙子找媳妇，竟成大网红，粉丝过千万。瘫痪孙子，奶奶给我征婚。奶奶做这个做多久了？陆总，您还是自己看吧。我孙子187，双腿残疾，坐轮椅，身家万亿，没有妻。我决定今日起每天视频来一期，把他的婚事提一提。点赞关注，每天抽奖送别墅，只为找到孙媳妇儿。自从我车祸出事，奶奶也是不容易，一边要找无极神医给我治病，一边又为我的婚事交心。都怪那个穆家收了我们陆家的100亿聘礼，却迟迟不肯把穆家千金送来完婚，老夫人这才……我知道我时日无多，奶奶着急让我给陆家留后。孙文，我们走吧。啊？去哪儿？穆家。我本来也不在乎娶谁，但穆家这样做，让奶奶如此心寒。既然如此，我要把穆家吞掉的聘礼都给我吐出来。走，跟我去穆家退婚。喂，你说什么？什么回来了？穆家千金？少爷！为了完成奶奶的心愿而已，娶谁不是娶？奶奶为了让我结婚都那样了，我总不能让奶奶失望。可您被少奶奶夸时，嘴角都快翘上天了。一个审美有问题的拜金女而已，上一秒嫌我丑，下一秒为了100亿聘礼就喊我老公。少爷，你又吐血了，我马上叫韩教授过来。不用，他们来了那么多次，哪次管用？只可惜无极神医居无定所。3个月前老夫人求药之后，再去求见神医，已是人去楼空。无极神医性格古怪，多少人求药都无功而返。这么多年下来，甚至有了活人不医的名称。听说无极神医有个弟子，6岁学医，9岁出师，13岁时已救人无数，有小医仙之称。若是能找到他，少爷一定能好的。什么活人不医，什么小医仙，名号挺多，我们又见不到，还是尽人事，听天命吧。等一下我要去买新手机，想用一下你们的驴车。什么驴车，乱七八糟的。王妈，把你买菜用的保姆车给他开。是，夫人。奇怪，这车怎么开？不像山上的车，没有马，也没有驴，还不会动。妈妈，你快看，我会开车了！哇，宝贝真聪明，这么小就会开车了。原来如此。好帅啊！可惜是个残废。陆少，是他。今儿个是什么风，把您都给吹来了？少明之顾问，我们少爷今天就是来退婚的。离大喜之日只剩3天，你们收了聘礼，现在却连个新娘子的影都没见着。既然如此，婚约解除吧。这是解除婚约的协议书，签字，婚事作废，聘礼即刻退回。陆少，
我们可以解释的。对，我们可以解释。你干嘛？陆少，这个穆小宁也是我们穆家的女儿，咱们两家的婚约就让小宁替柔柔嫁过去。奶奶催婚催得这么急，如果是这个人，也不是不可以。你就是陆慎元，和我有婚约的那个？是。我不适合。陆慎元，我们还是退婚吧。你要是不嫁到陆家，陆家让我们归还聘礼怎么办？那你们就把聘礼还给人家。你不要误会，我退婚不是因为你的病，我退婚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我师父叫许如归。许如归，你听过吗？没有。我师父他……乖徒，去把外面的大鸡抓回来，师傅给你烤大鸡腿吃。好的，师傅。小孩儿，哈哈，吃了你，本座功力能再提升一个层次。过来呀！送上门的肥肉。不可能，这不可能！师傅，我要吃烤大鸡腿。这一天天的，得吃我多少凤凰啊！得想个借口把他弄下山。我师傅他虽然只是个普通老头，穷到连床都要师姐送，但他每天都会给我吃烤鸡腿。对了，你怎么一直坐轮椅啊？少爷出生就是难产，夫人早就去了，从小3载5病，后来又出了车祸，双腿彻底残疾，站不起来了。这是少爷的伤心事，你可千万不许多提啊！怎么可能？怎么？你是在嫌弃我？不是，我就是想说，你这个腿可以治的啊。你没事吧？少爷，我们去医院。不要，我现在去不去医院都一样。不会的，少爷，老夫人上次给你求来无极神医的秘药，不是很有作用吗？不过也是勉强吊住性命罢了。很快用完最后一颗，我活不过明年。人呢？所以，你们让我从乡下回来，就是为了让我替穆柔柔嫁到陆家？我不去。不去，陆家可是京海首富。虽然陆少身子骨弱了些，但你能嫁到陆家，已经是你顶了天的福气了。福气？既然是福气，你为什么不要？他可不行。那你呢？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既然小宁不愿意，我们要不退？你疯了！陆少双腿残废，专家都说他活不过1年。可陆家给了聘礼100亿。穆小宁，长幼有序，你是姐姐，就应该由你嫁。可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穆小宁，你是姐姐，理应让着妹妹，把首富陆家的婚约让给你妹妹。我不让。陆家的婚约是陆家奶奶和我妈妈给我定下的，不是给穆柔柔定的。穆小宁，你亲妈被你克死，我现在就是你妈，你要听我的。他们说你不是我妈，是小三。来人，把这个死丫头送到乡下去，我不想再看见她。穆小宁，你一个乡下长大的土包子，配陆家那个活不久的病庚子？我看呀，你们俩般配着呢。我竟不知，区区一个不入流的穆家，都敢来嫌弃我陆家。
我丑吗？我丑。对，我师姐说了，饺子要吃烫烫的，男人要睡壮壮的，太爽。既然如此，那便退婚吧。请穆家现在归还我们陆家的110聘礼。多少？110。老公，我承认我刚刚说话的声音是有点大了，对不起。就算长得再帅再有钱，也只是一个残废而已。陆小明真是穷疯。你不嫌弃我的腿？老公，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你的腿是不太方便，但我就喜欢你这种顾家又不会到处乱跑的男人。明天中午12点，民政局见。好的，老公。穆小姐，这是陆总的手机号，有事联系。孙文，我们回去吧。你收拾收拾行李，明天我会派人来接你去陆家老宅住，到时候顺便把聘礼也带回陆家。陆少，您这是什么意思？聘礼是给新娘子的，新娘子在哪，聘礼就在哪，很奇怪吗？孙文，我们走。是，少爷。少爷，您不是说要退婚吗？怎么又变成明天中午结婚了？我什么时候？你说今天要拍照，让我提前准备。我师傅每次带小白下山拍照，都会给小白这样打扮啊。孙文，拿湿纸巾给他擦一下脸。你递给我的，难道这种小事也要我亲自来吗？这不行啊！怎么了？结婚证要半身照合影的，新郎能站起来不？拍完就坐下了，很快的。既然不能拍，这婚就先不结。能拍。这样可以吗？可以。好险，差一点我的财神爷就飞走了。你刚才怎么了？我的财神爷？这女人天生神力，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是他口中的那个师傅教的？他师傅和无极神医比起来，谁更厉害？你师傅？哦，对，我师傅。你不说我都忘了。老公，既然我们已经领证了，我该带你见见我师傅了。你师傅是谁？原来现在大家用的手机都是这种大大的、薄薄的。乖徒啊，你在山里待了10几年，难免会跟不上时代了。到了山下，一定要尽快适应现在的社会啊！别光想着赚钱，你有时间就多刷刷那啥某音。某音。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陆奶奶，我来抖音给我孙子找对象了。今天我介绍一下我孙子的个人情况，他今年28岁，是一家大集团的总裁，怎么样？长得很帅吧？这不是我老公吗？怎么还在找对象？你们看，这就是我家里的别墅。像这样的别墅，我们家里还有好几百套。如果你能嫁给我孙子，房产证上都写你名字，而且每天给你100万块的零花钱。100万？那岂不是20天就可以买一张石头床了？老公，我今天的100万在哪里啊？微信到账100万元。明天领证拍照，你提前准备一下。拍照，提前准备。懂了，谢谢提醒，你真是个大好人。怎么还没来？打个电话催他一下。老公，我们进去领证吧。你怎么打扮成这样？不是你说让我提前准备的吗？你说你不治？是啊，也不是很难治疗嘛，大概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度。少夫人，你就别打趣我们少爷了，就连大名鼎鼎的无极神医出手，也不过是用秘药吊住性命而已。听说只有无极神医的弟子小医仙出手，才能有治愈的希望。难道您认识？什么医仙？
听起来有点厉害。我不如他厉害，就是个普通人。不过你这个病确实不难治。先回家吧，明天有场拍卖会，无极神医的弟子会到，可以借助他打听无极神医的消息，好好准备一下。恭迎少夫人！哇，这里好大，比我在山上住的早曹屋大多了。看够了吗？刘妈，带少奶奶去她房间。是。等一下，你不跟我住一起吗？暂时不需要。不行，我需要跟你住在一起。你说什么？啊，你的房间在哪儿？你跟我说，我们现在就去。Lady Go！ 少夫人，少夫人，错了，少爷房间是那边。陆小娘，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把裤子脱了吧。脱裤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哎呀，快点儿！不是说你晚上还有事儿吗？你。有感觉了吗？没有。那我换个姿势，现在呢？有感觉吗？这小子终于开窍了，大白天就这么激烈。还没有感觉？没有。现在呢？没有，你别白费力气了，我的腿早就没有任何感觉。没事，这个我能治。好了，这就好了。干什么都湿了。哎呦，这年轻人真的是。我的腿恢复了。老夫人，我们还是走吧，被先生发现就不好了。你摸摸他手。原来你们山下的世界可以用这个叫保温杯的东西加热银针，真方便。严谨一点，是质量很差的保温杯。哦，它能加热银针，质量很好的保温杯却不能，它不应该是质量更好吗？它能加热银针，是因为它作为一个保温杯质量不行，不保温，还漏热。况且我们山下的世界看病不需要银针。你现在不就正需要吗？很痛吗？你干什么啊？你刚刚就是为了拿这个？不然呢？等下会更痛，别喊，太吵影响我扎针。难不成是刚才我说的规矩让他生气了？我也有我的规矩。什么规矩？第一，婚后我们不能同居。你不行。老公，我给你看个东西。什么？规矩立得好，老公跑不了。如果结婚后你还不知道怎么给老公正确的立规矩，那这条视频建议你保存起来，发给你家的那位看一看。第一条，婚后男人工资卡要上交。第二条，婚后不能像这样整天摆脸色。第三条，婚后老公要每天给老婆100万。第四条，婚后我要每天吃肉，烤鸡腿、卤鸡腿、红烧鱼、一品鸡。从第3条开始就是你自己编的吧？你怎么知道？我忘记视频后面是怎么说的了，就准备自己编辑。这个女人虽然贪财的很，
似乎心眼不坏，我也有我的规矩。老夫人，您不是昨天还在外省吗？外孙的新婚宴，我可不能错过。烫手，你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吗？第一次见。别碰我！你这个骗子！我就知道，哪有这么紧？你的腿现在只是恢复了知觉，刚刚能站起来罢了。要是想恢复如常，还需要整整1个月的疗程呢。你是说，我的腿还是有治好的可能？有的，不过就算我把你的腿治好了，但你先天不足，精血两亏，又经过重病，伤了根本。若无天才地宝进补，不出1年，你还是会死。果然，还是要找到无极神医。下山匆忙，没带什么药材，不行，我得找机会传讯给师傅，让他把我的百草箱拿过来，不能让我的财神爷老公就这么挂掉。对，这个贴在这里。对，这个喜字再往上一点。爸，你这是？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爸，刚刚小宁给我扎针治腿呢，你想到哪儿去了？那我不管，我这新房都给你们布置好了，今晚你们俩必须给我洞房。孙文，搞快点，把别墅好好布置一下。哎，好。你不行？不是不行，是不能。我的情况你也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年这时候都不一定。奶奶着急让我结婚，就是为了给陆家留下后代，这对你不公平。哦，还有吗？第二，他不能上床。他说做不到。第三，钱你可以随便花，但花之前必须告诉我。哦。生气了？好了，今天扎2次，以后每天扎1次。你一般什么时候有空？没意外的话，我一直都在公司。哦，那我先睡了。等下我会带你出席厉家的拍卖会。既然你是我陆慎元的妻子，那代表的就是我陆家的脸面。阿云，好好替陆少奶奶打扮一下。少爷，你是？Stars above, they guide the play. No matter what, we'll rise above. Shine brighter like the morning sun. The world may try to bring us down, but we will stand again. 柔柔啊，这次拍卖会你可得多认识点有钱人。妈，我听说无极神医的弟子会来，能治好陆少的病。陆家是京海首富，就算治好病，也看不上我们穆家。谁说的？穆小宁那个乡下丫头都能嫁过去。妈，我打听了，无极神医的弟子白桃掌握了 A 国最大的翡翠矿。唉，没见过啊，连无极神医我也只有一面之缘。
那您有没有什么能认出他的线索？不过我认识无极神医养的狗，一条大白狗。狗？对，一条大白狗。我上次去求药花了20亿，那狗叼着银行卡就走了。我听家里佣人说，小宁是不是也带着一条大白狗？不会吧，小宁不是从小在乡下长大吗？应该不会和无极神医有什么联系才对。陆少，他站起来了。无极神医的狗。妈，陆少他竟然站起来了！轩辕竟然好转了，苍天有眼啊！妈，你不是不喜欢狗吗？你懂什么？这狗跟无极神医的狗一模一样。这种狗长相类似的多，就是巧合罢了。不，说不定无极神医就在附近。无极神医，我不是无极神医，我是陆胜元的老婆。原来是孙媳妇儿啊！你就是小宁吧？真是我们陆家的福星啊！刚见面，奶奶没准备礼物，你喜欢什么跟我说。奶奶，不用麻烦准备礼物，我就喜欢钱。喜欢钱，那感情好啊！我这就给你转。妈，你看穆小宁刚见面就让陆奶奶转钱，谁能想到陆胜元那个残废竟然能好转？妈，要是陆胜元的病能治好，我就试试。陆胜元要是没病，哪轮得着我们穆家呀？只要我出手，还不是手到擒来？穆小宁那个土包子，拿什么和我比？各位来宾，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拍卖会。本次拍卖会一半收益将通过丽家基金会捐给山区孩子，捐的最多的人可获得见无极神医的机会。今天拍卖会主题是赌石，我们专门请来了国内最大翡翠矿主无极神医的得意弟子白桃女士，让我们有请她。师姐！哦，师姐！这些都是原石。哦，原石是做什么用的？这还用问吗？这原石呀，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天然矿石，就像箱子里这些都是翡翠原石，切开外面的石头外皮，里面就是翡翠。哦。可是我看有的石头里面并没有翡翠，所以叫赌石。隔着外面那层吊皮，谁也知道里面是翡翠还是石头。风化皮之下是玉还是石，全看命。是的，赌石如赌命，赌赢了一夜暴富，赌输了倾家荡产。不过今天谁捐的钱最多，我可以帮忙引荐无极神医。这就是说，开出最多翡翠的人才可以见到无极神医。你们城里翡翠很贵吗？当然贵啦，孙媳妇儿，我这一小颗翡翠3000万哦。哦，开始拍卖吧。200块翡翠原石，无论大小，1块原石起拍价10万，现在开始拍卖，编号001，11万。穆小姐出11万，还有没有人竞拍？没有的话，这第1块就先给穆小姐了。慎元，只要能帮你早点见到无极神医，我花多少钱都值得。11万，还多少都值得。我陆慎元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这么廉价。开始倒计时，3、2，我出2个亿。
你说什么？2个亿，这200块石头我全要了。小明，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姐姐，你疯了吗？总价2000万的石头，你花2个亿买，你哪来的钱？2个亿，我老公出钱。小师妹的老公？来。恭喜陆先生，贺喜陆先生，2个亿买下这批原石。等一下，陆总，白桃矿主，我姐姐她们刚从乡下回来，根本不懂咱们上流社会玩的赌石。这2个亿，依我看还是不要让陆总破费了吧。毕竟白桃矿主刚刚也说了，赌石嘛，一刀穷，一刀富。我姐姐明明什么都不懂，却一出手就是2个亿，这个数额也太多了点。孽障！刚结婚就这么败家，简直丢尽我穆家的脸！我没有败家，我买之前就已经全部看过了。2个亿买下这些石头，开出来的翡翠能赚100亿以上。够了，姐姐，不要再做白日梦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刚刚浪费了陆家整整2个亿？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穆家的女儿？这样吧，你呢，现在给举办拍卖会的厉家好好道个歉，或许厉家能看在我和爸的面子上，把这2个亿退给陆家。什么时候？我陆家花钱还需要一个外人制？可这2个亿，钱多爱花，我老婆花着高兴，和你有关系吗？盛元，穆小姐，和你好像没有那么。你们吵完了吗？吵完了，我要开翡翠了。这种话，我不希望听到第2次。盛元，我爸他也是为了姐姐好。姐姐，既然你这么想开翡翠，那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可万一等会儿开不出东西，让盛元在大家面前丢了脸，你可得好好跟盛元道个歉。穆小姐，赌石一说本就在个赌字，人都说10赌9输，这赌石开不出来东西才是常态，你又何必对我夫人如此苛责？我能开出来。你就是嘴硬。算了，才2个亿而已，打水漂就打水漂，随便你玩。我不是玩，我是要给你赚钱的，我真能开出来翡翠。行行行，你开就是了，又没不让你开。结束后，让奶奶带你去陆氏旗下的珠宝店，选一些品相好点的翡翠来玩，见见世面。行。你觉得我开不出来翡翠？陆慎元，我要和你打赌，我赌我肯定能开出来翡翠。你拿什么赌？拿我的肉体。这种虎狼之词，以后只能在家说。我可是很强壮的，如果我输了，我这副肉体任你处置；如果你输了，你的肉体也得任我处置。你快点开石头去吧。你放心，我肯定能开出来翡翠，你输定了。白日做梦，我开的每一块石头里面都有翡翠。那你拆呀！拆呀！你王子！哎呀，孙媳妇儿可真厉害！真被他开出来翡翠了。这块帝王绿水头充足，颜色深邃，极品呐！确实不错，这块裸石就算不做任何加工，保守估价也得1000万往上。孙文，把这块裸石收起来，做成镯子送给老夫人和少奶奶。是。怎么可能？运气好罢了，我就不信他还能再出一个。真出了！玻璃珠！
玻璃种很值钱吗？值钱啊，当然值钱。陆夫人这块晶莹剔透到极致，颜色又饱满向亮，乃是翡翠品级中最高的玻璃种，比刚刚的帝王绿还要稀有。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这2块翡翠是很贵，但1个亿都不值，除非你再开出来几块极品，但根本不可能。赌10赌10，10赌90。不是赌，是看。我看得见。小师妹的天赋太可怕了。主持人，麻烦把剩下的石头全开了。拆石头！哇！慢着！陆夫人，我来帮您开石头吧。不用，我自己来。你不知道哪块石头能开出来翡翠，搞得好像你知道哪块石头能出货一样。我看啊，不过就是装腔作势、哗众取宠。陆小宁，你闹够没有？你从小在乡下长大，农村来的，你知道什么叫翡翠吗？还在那大言不惭，说知道哪块石头能开出翡翠。我穆元白没有你这样的女儿。小宁，翡翠里面的学问可多了，你从小在乡下又不懂这些。陆少看在穆家的面子上，给你花2个亿让你买石头，可你也不能在厉家的拍卖会上这样大放厥词、胡作非为呀！你们说这些话，是想当着大家的面让我下不来台，让我难堪吗？这穆家怎么回事啊？亲生女儿这么说？就是啊，人家老公都没说什么，他们在这跳脚，也太刻薄了吧！真是没眼看。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你那么较真干嘛呀？你本来就不懂翡翠，更不懂赌石，不都是为你好吗？是呀，小宁，我们真没这个意思，你不能老是把别人想太坏。你们没这个意思，还说话那么难听，那么烦人，是情商太低，还是心眼太坏？那你就去看翡翠，我看你看出个什么东西来！不识好人心，当心躲飞的东西。穆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里面只有一堆4分5裂的碎石，根本没有翡翠。不可能，可能是在下一个，快给我看！继续。你还有脸说？还有你，我看你们真是疯了，我也是疯了，信了你们的鬼话。师姐，你今天怎么在这儿？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和那个陆氏集团的陆慎元结婚了？你这才下山2天就搞闪婚那一套啊，师姐！行了，撒娇对我可没用。笑了。那等我给师姐送2箱香喷喷的好酒。你还在这傻笑呢？我刚才通知了师傅，
结果师傅知道你结婚了，连通知他老人家一声都没有，气得不行，说要下山找你了。另外，师傅说你现在也到了收徒的年龄，让我把桃李配给你，碰到好苗子就把桃李配给他，收下徒弟，懂了吗？保证完成任务。什么？无极神医要收徒了？无极神医也要收徒？慢着！怎么了？剩下的石头里面没有翡翠。你确定？天生神力，隔空相遇，这到底什么来头？刚刚咱俩打赌，我赢了，你的肉体要归我的，你可不许反悔。诸位，我老婆说她累了，想去休息。那剩下还没开的石头，我买了，我买。穆小姐要买，那就按1个亿算。爸，这批原石肯定是白桃矿主带来的极品，都能出货的。穆小宁刚刚开的每一块都出货了，咱们也得试试。可1个亿，哎呀，1个亿，随便开2个石头都能回本，你还在犹豫个什么劲儿呀？是啊，你不要我要，我的，谁别抢！爸，老公。卢总，剩下的石头1个亿，我穆家要了。快，开石头！没事儿，你找到无极神医了吗？白桃矿主说，他已经跟师傅说了，不用我去找他，无极神医会来找我。这么好，上门服务啊？别瞎说，我们先回去吧。哦，你别忘了我们打赌的事情。穆小宁，你给我等着！拿来吧你，小鲲鹏一条，给我小徒弟的婚宴添道红烧鱼。找我小徒弟去喽！好的好的。我师傅说我和陆胜元结婚了，他今天过来见见你们。真的？可白桃矿主说今天无极神医已到京海，我们还是先……你师傅明日来的话，方便吗？对，明天，到时候我们一定好好接待。你看今天这也没准备。好吧，那我跟师傅说。那我们现在去见无极神医。好吧。少爷，我是孙文，无极神医那边你们不用去了。白桃矿主说了，神医今天要去找他小徒弟来着。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你看这，师傅说他到了，现在就在外面。什么？师傅呢？乖徒儿，快点给我开门呀！师傅，
你在哪儿啊？我怎么没有看到你？不可能，我现在就在陆家门口，没错。乖徒儿，你再找找，我可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小翅鱼。师傅，你是不是又走错路了？我现在住在……都怪你师姐没说清楚，原来此路非彼路。乖徒儿，等我，我现在就赶过来。记得我的鱼。沈源，沈源，怎么了？你不对劲，是不是想你那个小新娘了？胡说！来，给我讲讲，嫂子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喜欢钱。他是金钱如粪土2个亿，我老公出钱。勤俭持家，他说做不到。善解狗意。停，前面的就算了，善解狗意是什么情况？字面意思。我懂了，陆总这个就叫做狗素。狗素，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恋爱中的男人啊，情到浓时都把自己当成狗的，什么小奶狗啊、小狼狗啊、小土狗。哦，你们2个出去。这也太丰盛了吧！丰盛吧，以后奶奶天天给你做。奶奶，你是我亲奶奶，哎呀，好孩子，好孩子。那亲奶奶问你，昨晚和盛元有没有那个？昨晚。我们打赌的，我要是赢了，你的肉体就任我为所欲为。现在挣钱？你让我准备一下。这有什么好准备的？你在吃什么？这是我做的小玩意儿。我不需要吃药。不行，你得吃。你这药丸味道怎么怪怪的？哇，原来当男人是这种感觉。穆小宁，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新转身药丸啊，吃1颗可以互换身体半个小时。老公，你送我去浴室，我帮你洗澡吧。绝无此种可能。老公，我想要浴巾。老公，我想要浴帽。老公，我想要尿尿。憋着。老公，我想要尺子。穆小宁，你别太过分。老公，我想要尺子。穆小宁，你别太过分。小宁，小宁，昨晚你和盛元……昨晚我洗完澡就睡了，怎么了？没事儿，吃饭吃饭，等会儿别凉了。孙媳妇儿，慢点吃。我听阿云他们说你等下要去盛元公司啊。孙子不给力，看来我得想点办法了。我去给陆盛元扎针。那我送你过去。谢谢奶奶。你好，我找你们老板，有预约吗？我是他老婆。
我们陆总单身，还老婆，你是他奶奶都不行。我真是他奶奶。糊弄谁呢？没预约就是见不了。为什么？什么为什么？这是规矩，规矩懂吗？不懂。你们两个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啊！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带着条傻狗。嘘，现在可以见了吗？可以，您请。您可以，他和狗不可以。为什么？这钱只够一个人的。原来在公司见陆生源是要给钱的，早知道就在家给他扎针了。城西的那块地必须拿下，我说了多少？老总！这次就不拖了，你直接弄吧。那也行，直接弄，这么刺激？在家更刺激。走两步试试。我可以不用拐杖了。但现在不用拐杖的话，只能短时间的站立，走2步而已。想要行动自如，需要7天之后才行。你干嘛？不是跟你说了只能走2步的吗？你刚刚怎么走了3步？对不起，情不自禁，我不是故意的。情不自禁，我不是故意的。陆小宁，你干什么？不知廉耻！我是他老婆，他是我老公，我们是合法夫妻，又不是偷情，怎么就不知廉耻？你来干什么？申源，是爸让我过来的，我也是学医的。你的腿不是不太舒服吗？我就想着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到你。谢谢，不需要。孙文，招待一下客人。哎，奶奶煮了鸡汤，我们去对面的休息室吃。你真麻烦，在这里吃不就好了？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有外人。哦，穆小姐，您看您是……你出去，我要在这里等申源。好的。谁的东西？看着还挺值钱。给我点钱。要多少？要这么厚一沓，我要现金。你要现金做什么？不是我要，是他要。怎么回事？以后我还是在家给你扎针吧，在公司见你需要花钱，哪里有见男人还需要花钱的地方？白马会所。我什么都没说。白马会所是什么？去那里见男人也需要花钱？和陆氏集团一样的吗？孙文，处理一下。你跟我去办公室。哦，我在楼下等你。奶奶亲手给你做的十全大补汤，一定要喝完哦。才老婆，真的假的？也没听说办婚礼了，还没办呢。还挺般配。把裤子脱了。裤子还让我帮你脱啊？
也不关门让我怎么脱？脱吧。你们城里怎么光秃秃的？不如我们山上好看。心跳加快，杂念横生，我这是怎么了？难不成是心魔？小宁啊，我们修炼之人一旦产生心魔，一定要及时将其斩杀。斩杀陆慎元？陆慎元，转我100万！你又要钱做什么？你的买命钱。你又怎么了？心跳得更快了，怎么办？师姐，师姐在哪儿？找到了，我出去一趟。孙文，陆总，别管我，快看楼下！啊，陆总，楼下什么都没有啊！刚刚穆小宁跳下去了。陆总，您开什么玩笑？下面好好的，什么都没有。真的？少奶奶神通广大，连卡车都能单手拦住，您就别担心了。怎么这么热？陆总，你怎么了？我没事，可能是刚才吓的。你先去忙吧。哎。鸡汤。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打包。哎，老板，我要出2手。这个多少钱？我小师妹的桃李称怎么会在你这里？白矿主是您啊，我还当是谁呢？您怎么会在这儿？我问你，我小师妹的桃李称怎么会在你这里？你小师妹是谁啊？你拿着我小师妹用来收徒的桃李佩，却反问我小师妹是谁？我随手捡到的玉佩，竟然是无极神医徒弟的。这么说的话，我就是无极神医的徒孙，白桃矿主的师侄，白桃师叔。别乱认亲。小师妹竟然选他做了徒弟，怎么可能？难道他在骗我？可桃李佩……师叔，我先回家，您慢慢逛。师姐，坏大事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师姐，我走火入魔了，我有心魔了。别急，慢慢来，咱们出去说。是这样的，我师姐了，我出去接她姐了。师姐说的对，你这不是心魔，你这是心动啊，傻狍子！我操！心动，心魔，这不就是心魔吗？有什么区别？我完蛋了！陆慎元，你怎么了？大胆心魔！
清心咒，斩心魔。心若冰清，天塌不惊；万变由定，神云气尽。爸妈，有好事儿，大好事儿！妈，你猜是什么？你把陆慎元搞到手了？妈，我成无极神医弟子的弟子了。你看，我师父给我的。你师父？无极神医的弟子？谁啊？不知道。那你这玉佩是我捡着的。好。但你们猜怎么着？白桃白矿主看见这玉佩，直接把我当他师侄了，还说他小师妹最近收徒弟呢。这玉佩就是收徒的信物。连白桃矿主都搞错了，那岂不是说，只要你那个师傅不露面，谁也不知道你是假徒弟？乖女儿，现在你既然有了这层身份，那可得好好利用一下。爸，你放心，我明天就去陆家一趟。我就不信，以我这个无极神医徒孙的身份，那陆老太婆对我还敢嚣张。完蛋，冲我来的！我的财神爷啊！师傅，你真不懂事！为何？老先生是哪里对我不满意？确实有。您尽管提，我们一定改。第一，他的腿不行，3天之内我给治好。第二，他的命太短，缺药材，只要药材齐全也能治好。真的？比真金还真，这病不难治，就是药材不好找。其实我一直很纳闷，你们为什么非要找无极神医？那个无极神医就会装神秘，压根儿不救人。我要是碰见他，我非得给他一拳。第3条，你们2个刚见面就领证，这种闪婚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不靠谱，不稳定的。稳定，特别稳定。你这孩子，你别以为为师不知道。你这小财迷，你不就是看他有钱不舍得离婚吗？他有钱不好吗？他要是穷小子，我上哪儿弄钱给你养老养活师兄师姐们啊？老公，你会破产吗？不会，你问这个干嘛？哎呦，这是怎么了？不知道吃了什么，中毒了。那没事吧？他没事，我有事儿。奶奶，我以后要和陆慎元分开睡了。啊，这是为什么呀？男人只会影响我修炼的速度。没用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抱上孙子啊？沈远，奶奶问你个事儿，你和小宁有没有那个呀？陆慎元，我们以后要分房睡了。你是只会在要钱的时候喊老公吗？是的，这是我的原则。行，那我要睡了，请遵守原则的穆小宁女士回到自己的房间。不行，我要睡这间，你出去。我是听错了吗？我认床，我要睡这个床，你换别的房间睡。不换，关灯。睡床上和陆慎元离得近，会生心魔；不睡床上，认床睡不着。有了。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真，肯定真。你只要不破产，我就老老实实的当你老婆，老老实实花你的钱。我说的是治腿和治病的事。哦，这也是真的。你不是说治疗要慢慢来吗？现在我师傅来了呀，很多东西我可以找他要了。如果你愿意吃点苦头的话，3天，我保你健步如飞。3天？小白，
上针。那我活不过1年的病，哦，这个要看有没有药材，回头我问问师傅。所以我的病也……这么长的针，扎哪儿？乖徒儿，师傅来看你了。无极神医？不对，不是神医，神医他……神医仙风道骨，英俊非凡，只是长得有几分相似而已。师傅，你呀，一条清蒸，一条香煎，再煮个鱼头汤，完美。阿云，把鱼拿下去。小家子气，2条鱼而已。这位是？我就是小宁的师傅。一身穷酸样，脏死了！慕容容，你说什么呢？放着我来，你还年轻，嘴巴不够毒。老头儿，你知道无极神医吗？我师祖。我以为你有多风光，原来是上赶着做小三儿，倒贴都被嫌。你脸上多痣，胸无大志，头尖额窄，一生伤害。双眼无神，引火上身，鼻孔外露，断尽财路，鲶鱼嘴，乌鸦鼻，嘴贱心硬，福又薄。我看你啊，这辈子注定霉运勾留，鱼目混珠，路途也输，祸及九族，抱头痛哭。你等着，让我师祖无极神医搞死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他怎么就成徒孙了？我怎么不知道？师傅，这就是你找的闪婚老公？老先生，我不同意这门婚事，你们离婚，赶紧的！老先生，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好说的，必须离婚。他盖我脸干什么？山上的规矩，还是想暗算我？每次看到他的脸就心魔肆虐，这下总算解决了。苦死了！陆奶奶，我现在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你就拿这种国产咖啡糊弄我呀？慕柔柔，不管你是谁的徒孙，都不是你大早上来陆家耍威风的理由。那你的病还让不让我的师祖无极神医治？你威胁我？治，肯定得请无极神医治的。可无极神医他老人家行踪不定，这回总算是对了吧？乖徒儿，师傅来喽！陆整夫人，我跟您说句实话，以前呢，我是瞧不上陆慎宇的，毕竟他双腿残疾，又活不过1年，谁也不想当寡妇不是？但如今不一样了。我现在是无极神医的徒孙，只要我开口，无极神医定会治好陆总。届时，陆总再以整个陆氏集团作聘向我提亲，也算是勉强能配得上我这无极神医徒孙的身份了。穆小姐，我已经结婚了。你确定要拿穆小宁那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跟我比？穆小姐，只要你能帮我们引荐一下无极神医，我们陆氏旗下的产业随你挑的。陆老夫人，想见无极神医可以，我就一个要求，让穆小宁滚蛋。诶，这不是我的玉佩吗？怎么在你这儿？什么你的？我身为无极神医的徒孙，用得着拿你东西？这玉佩可是我师父给我。这玉佩是穆小宁掉在陆氏元办公室的，穆小宁才是无极神医的徒弟。穆柔柔，你这什么表情？我饿了。等会儿开饭。你和无极神医怎么连你也问我无极神医的事儿？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无极神医。这个穆小宁明明是无极神医的徒弟，可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件事。穆小宁，我劝你以后提到无极神医，态度放恭敬点。为什么？因为无极神医是我师父的师父。照你这么说，
那个无极神医也不怎么样。是谁在说老夫坏话？这陆家花园也太大了！哎，别走！你们家少奶奶在哪儿呢？既然你师傅的师傅是无极神医，那你能不能让无极神医给陆深渊治病？可以是可以，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帮忙嘛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很简单，陆家以整个陆氏集团做聘娶了我，再把你这个土包子赶出去。那如果我们不答应呢？那就只能让陆家准备后事喽。毕竟我可听说陆老夫人三顾茅庐，也仅仅是见了无极神医一面而已，连话都没说上来。你讲话也太过分了！谁欺负我徒弟？师傅，乖徒儿，师傅来看你了。无极神医。永远都不会破产。永远。你看，我喜欢钱，我缺钱，他正好有钱，他的钱可以给师傅养老，还可以养我的师兄师姐们，这难道不算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吗？这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们两个更稳定的婚姻吗？没有。是啊，人家都说固若金汤，这没有金子怎么稳不住？不愧是我选中的孙媳妇，真有文化。还固若金汤，哪有你这种乱用成语的？真是小喜鹊尾巴长，有了老公忘了师傅。有钱是吧？微我50，看看诚意。50亿？那倒也没那么。您的支付宝到账50亿元整。刚刚呢，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这门婚事呢，那可真是前程无量，千锤百炼。是啊，是啊。徒弟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这都快到晚上了。你就和小陆啊，早点回房间休息啊，早点生个胖娃娃。头顶百会穴。这么长的针扎下去，会死人的吧？你不是想快点站起来吗？就得下猛药。但是，人参呢？오마니 밤에 오当当，大功告成！陆深渊，把这颗小药王吃掉，你的腿就完全恢复了。你说什么？穆小宁耐不住寂寞，给陆深渊戴了绿帽子。这就是说，柔柔你还有机会。妈，现在谁不知道我穆柔柔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多少富少想约我出去，我都吊着他们呢。明明是陆深渊高攀我，好不好？什么叫我还有机会啊？
对对，闺女，陆慎元被穆小宁戴绿帽可不是小事儿，你有证据？那肯定的，我朋友呀说穆小宁和一个双腿健全的西装帅哥去了白马会所。双腿健全，那还能是陆慎元啊？我现在就告诉陆慎元，不行，我要直接发朋友圈，让全京海的人都看看穆小宁是个什么货色。穆小宁，你完蛋了！主人，欢迎回家。主人，想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哦。真的？那你们能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给我吗？这个不行。笨蛋，师妹，还是让师姐我给你做个示范吧。孙文，跟我出去一趟。你慢点啊，别生气。孙媳妇她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怎么了？爸，这次穆小宁死定了！我刚刚发完朋友圈，陆慎元就带着孙文怒气冲冲去了白马会所。哎呦，不愧是我闺女，天生就是做陆家少奶奶的料。主人好。主任好。这个穆小宁真是太过分了！我们才结婚几天，他就花我的钱找别的男人。主任好，你说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陆总到了。主任好。陆总，说不定是误会了。求你告诉我，穆小宁！京海真是大城市啊！师姐，你花那么多钱就为了吃俩葡萄？这不是葡萄，这是帅哥味的葡萄。快换衣服，和师姐一起享受享受。你们懂事点儿，把我小师妹给伺候好。好的，主人。陆总，无极神医那边还是没有消息。现在京海外面都在传，无极神医要把一臂传给徒孙穆柔柔。穆柔柔，少奶奶不是说只要有药材，她就能治好你的病吗？您的腿就是少奶奶治好的。依我看，那些专家说什么活不过1年，说什么只有无极神医能治，都是瞎说的。无极神医还是要找，你有时间去穆柔柔那边打探一下，顺便问一下少奶奶，看她都需要什么药材。好的，陆总。慎元，你怎么还在家？怎么了？你老婆都花钱找别的男人去了，你还在家干坐呢，一点也不着急。穆小宁，你管这个叫小药丸？对啊，这可是我。快叫医生！哎，没事没事，就是累的睡着了。你的腿好啦？作为回报，你想要什么？能去白马会所吗？就是那种见男人需要花钱还可以喝酒的地方。你去那里干什么？我师姐说，饺子要吃烫烫的，男人要睡壮壮的。我想看看壮壮的男人是什么样子。你师姐还说什么？师姐还说，大奶翘臀是男人最好的嫁妆，你的一般不够大。松手！哦，那白马会所还可以去吗？不可以。哦，那我要100亿。你还真是好娘。哇，恭喜师妹轻松赚得100亿！师妹，今天师姐就带你见一下世面。欢迎光临！哇，这就是师姐你之前跟我说过壮壮的男人吗？对哇，师姐我有品位吧？你放心，你老公不带你来，师姐满足你。可是师姐，你为什么穿成这样？我好歹算是个名人嘛，被人认出来不好。行走江湖，换个马甲。好了，不说这个了，我们先进去。真的？穆小宁啊，穆小宁，这次在我手里了吧？妈，我刚刚得到的消息，穆小宁出轨了。你说什么？这女人又在搞什么鬼？慎元，这是我师叔无极神医的弟子白桃矿长。
无极神医没来。师祖他日理万机，不一定什么时候来。不过只要我去求一下他老人家，他肯定会来的。那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就是前2天嘛，有人跟我讲了姐姐哄你去白马会所的事情，我就误会了。这不是今天专门过来给你道个歉。你要是一直这么废话下去，我想我现在就可以走。慕柔柔，你有事就直说，别拐弯抹角的。师叔，我那个姐姐你也知道，嫉妒心可重了。她现在虽然嫁进了陆家，可是我这不是成了您的师侄无极神医的徒孙吗？姐姐她呢，听说师父收我为徒后，就一直对我很是不满。你姐姐不是穆小宁吗？我姐姐确实叫穆小宁，您知道她？怎么回事？她不是小宁师妹的徒弟，难不成那桃李佩是她偷来的？穆小宁，救命啊！救救我！这活我实在是干不了了。穆小宁，你在搞什么鬼？嘘，还没有把作业本送过来的同学抓紧了哦。我们的暑假代写业务只接100单哦，现在只接初中的，高中的也接，不过接的少。我们目前只有1个人能做高中题。你来找我有事吗？你来白马会所就为了干这个？男模100一位，代写暑假作业300块一个，我中间商净赚200。怎么了？少奶奶，你今天赚多少了？不多，我接了100单，也就赚个2万。不过第1天嘛，这个钱也可以了。你要是加入的话，我可以接点高中的单子，能多赚点。那我加。那跟你一起来的那个男人是谁？那是我师姐啊。写完的作业，我让师姐负责跑腿送货到家。少奶奶，你现在也是日入2万的女人了。那可……你是赚了钱，外面现在都传我陆慎元被戴了绿帽子。啊！谣言中双腿健全的男人是我，请不要以谣传谣，否则陆氏集团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资料。小声点儿。爸，陆慎元的腿竟然那么快就好了，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让穆小宁替我嫁过去了。没想到啊，这陆慎元竟然还会为了穆小宁亲自发朋友圈澄清，看来两人婚后关系还不错。怎么可能？穆小宁那个野丫头也配？我看陆慎元无非就是想维护自己的颜面罢了。没错，我们柔柔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穆小宁怎么配？柔柔，找个时间，就明天或者后天，你就跟陆慎元说无极神医想见他，把他单独约出来，一准把他弄到手。好。喂，你是？慎元。你有事吗？有呢，我师祖无极神医想见你，我师姐白桃矿主也会在。早上10点，金海酒店大厅，你要来吗？可以。我去见穆柔柔，她该不会生气吧？我在想什么呢？她心里又没我，只有钱。少爷，我出去有点事，很快就回来了，不要告诉少奶奶，让她好好睡个觉。陆深渊要干嘛？该不会背着我偷偷给别的女人钱吧？累死我了，跑那么远。慎元，师姐，这个慕柔柔不对劲。慎元，你好好想一想，你要是和我在一起，我师父和师祖肯定会治好你的病的。这是吃醋了。穆小姐，你有什么要求不妨直说。这个嘛，其实我也是学医的，
而且师傅指点过我的医术，这看病嘛，我肯定要住在你家的。可以。还有，我身为无极神医的徒孙，你们陆家要对我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包括你。可以。慕柔柔，你师父姓甚名谁？他为什么收你做徒弟？他看中你什么才能？你跟我好好说说。师叔，您突然说这些做什么呀？沈源，要不我今天就搬到陆家去住吧。手拿开，不然我真的要生气了。哦，慕柔柔，你的好师傅，我的好师妹来喽。白桃矿主，您和小宁。慕柔柔，你和无极神医。什么无极神医？无极神医，我都说了多少次我不认识无极神医。穆小宁，我劝你对我始祖无极神医放尊敬啊！尊敬你个大头鬼！你这个手再摸我老公，喊掉！怎么突然这么臭脾气啊？我觉得这脾气挺好，你对他太过严苛。我太过严苛？师叔，你先说说你师傅的事儿，我咋瞅着你不对劲儿呢？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说你烦不烦？怎么那么生气？我不能生气吗？像你这种不守难得的男人，我师姐说了，就该进猪笼。我师姐还说，男人不自爱，就像烂白菜。师姐，你师姐醒啦。看看喜欢不喜欢，都是给你的。陆奶奶，你怎么突然给我这么多金条？不是你说你和慎元的感情固若金汤吗？固若金汤，这没有金子，怎么固若金汤？奶奶这不就把金子给你送来了？奶奶，昂昂，还走不？走。陆慎元，我告诉你，这次要是孙媳妇真走了，你也别在家待着。奶奶，我自有分寸。陆总，药材的事儿有消息了。我们的人打探到，20年前无极神医曾在江南设坛施法，让江南于8月盛夏，赫赫炎炎，流金硕时之时，大雪3日。慕柔柔的关系在哪儿？无极神医恐怕难。小医仙有消息吗？听说小医仙正在收徒，无极神医门下现在正在收徒的只有小医仙，所以慕柔柔的那个神秘师傅可能就是小医仙。少爷，不如再去哄哄少奶奶，问问少奶奶有没有什么办法。
深渊，再见了。虽然你很好，但心动如心魔，你会影响我修炼的速度，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得离婚了。穆小宁和白桃矿主什么关系？他的师姐难道是白桃矿主？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会说不认识无极神医？看着我做什么？没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非常生气，我要离婚！什么？你要走？还要离婚？陆慎元不守难得，我要回山上。明天上午去离婚，下午我就回山上。我没有不守难得。孙媳妇儿，你别急，慢点说。要是慎元对不起你，我就把他逐出家门。师姐说心动不是心魔，可心动比心魔更影响修行，不如离婚。你们问他吧，我累了，要去睡觉了。明天上午8点，民政局，我们离婚。师傅，我明天回山上，你要一起回去吗？回去也行，反正我就不回去了。怎么回事啊？小宁说缺治病的药材，具体还缺什么？100年传蚕，1000年龟，万年鸡头，用8月雪做药体。啊！这传蚕越冬都难，何来100年？8月下雪更是痴人说梦。小宁不能走啊！他这一走，陆家可真就绝后了。陆奶奶，醒了。你挡着我干什么？我要走了，你别耽误我时间。你们说，慎元能把孙媳妇哄好吗？难，你昨天那堆金子都没能留住。这个不争气的，也不知道做了什么让儿媳妇那么生气。穆柔柔就是摸了我2下，我真不是故意的。还摸了？谁摸了？老夫掐指一算，是陆慎元被别的女人摸了。你别挡路，我要回山上了。你挡着我了，麻烦你让一下。慎元，你怎么了？你怎么又发病了？他怎么了？慎元呀，你就是太重感情。哎，奶奶知道你喜欢小宁，小宁这一走，你这病活不过1年，恐怕连孤单终老都是奢望啊。陆奶奶，陆慎元的病，等我找齐药材，就给他治好。哦哟，姐姐现在的口气真是越来越大了呢。就你还把慎元治好，你以为你是无极神医的弟子吗？还是无极神医本人呀？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无极神医是你师祖？再说了，穆柔柔，你上次拿的玉佩是我的，还给我。难不成穆小宁知道他才是无极神医的弟子了？什么玉佩？我不知道。就这个玉佩，你看监控。
你不认识无极神医？不认识。那这玉佩就不是你的。这是桃李佩，我收徒弟要用的。你拿走了，我怎么收徒弟？你怎么证明这玉佩是你的？我不证明，我报警。对，我们报警。穆柔柔，把东西还给我老婆。你醒了。东西。我师祖是穆小姐，不管你师祖是谁，都没有偷拿别人东西不还的道理。况且，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无极神医的徒孙，似乎也没有证据。谁说没有证据？我那个鱼汤挺好喝的，申元，你要喝吗？我师傅去做鱼汤去了，马上就来。我老公不喝你的鱼汤。你把玉佩还给我，不然我就要报警或者揍你了。穆小宁，你真是在乡下待久了，真是粗鲁。胡说！我孙媳妇这叫文武双全。玉佩我没带，下次带了给你们。我今天来是有正事和沈源商量的。什么事儿？现在全京海呢都知道我入了无极神医门下，连带着我们穆家的生意都更上一层楼。所以我爸呢决定正式回应一下我拜师的事情。怎么回应？后天我们穆家会在穆家庄园举行我的拜师宴。拜师宴？穆小宁啊，穆小宁，你这个蠢货，竟然还把能证明身份的玉佩丢了。拜师宴过后，当着全京海的面，我这个假的也成了真的。而你，穆小宁，好心提醒你一声，拜师宴过后，你我就彻底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为什么？真是蠢货。沈源，如果你能以我未婚夫身份参加拜师宴的话，我想无极神医一定会愿意给你治病的。以你未婚夫身份参加？我现在已经和穆小宁结婚了。简单，你们离婚啊。我现在是无极神医的徒孙，难不成比不上一个乡下来的穆小宁？什么无极神医徒孙？你说什么呢？你是无极神医的徒孙？没错，现在全京海都知道我穆柔柔是无极神医的徒孙。什么情况？我的徒孙，我怎么不知道？我祖祖无极神医虽然性情古怪，但他老人家呢，最是疼爱我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徒孙。臭老头，你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啊，没忍住。你这个臭老头，自从上次在陆家见到就一直针对我，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穆小宁的师傅？可穆小宁不是无极神医的徒弟吗？难道您是无极神医？不是。我就知道。不过，我认识无极神医。真的？你是无极神医的徒孙是吧？我刚刚在外面走廊听到，你还要弄什么拜师宴？对呀，对，老先生，我刚才不知道您认识我师祖，所以才……后天的拜师宴，我和你师祖无极神医都会去的。真的假的？师祖会来拜师宴，那真是太好了！只要有无极神医亲自点头认证我的身份，京海的上流社会全都要仰仗我穆柔柔的鼻息生存。现在整个京海都被这个穆柔柔骗了，竟然仗着我无极神医的名号胡作非为，不如就趁着拜师宴，当着全京海的面揭穿他。我这就回去亲自准备拜师宴。穆小宁，后天的拜师宴你不能来。凭什么？就凭我才是拜师宴的主角。当然喽，沈源可以来，以我未婚夫的身份。师傅，哎，
不就是一个拜师宴吗？尽管去。师傅，你认识无极神医啊？认识。那师傅，你有没有无极神医的手机号啊？这无极神医向来神秘，手机号就别想了。但无极神医的弟子白桃矿主现在就住在京海酒店，如果能见到白桃，白桃。对了，我一直想问来着，你们为什么说白桃师姐是无极神医的徒弟啊？上次宴会的时候就这么说。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啊？那白桃矿主也是的弟子。对啊。您就是无极神医。话是这么说，但这个不是你给我用来补气血的人参丸吗？哦，拿错了。说实话，这瓶。你这个废物！什么东西啊？是说实话药丸。陆总，穆小宁，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你好奇怪，你整天在外面嚷嚷着要做我老公的小三，你都敢出现我面前，我有什么不敢出现在你面前？我师祖可是无极神医，可是……穆小宁，你那个药丸是什么东西啊？我说了，说实话药丸，你吃完这个，今天就只能说实话了。这个穆小宁在山上继续了些歪门邪道。趁现在，你问他，到底是不是无极神医的徒孙？我师父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和无极神医认识。师父，师姐怎么能有2个师父啊？你师姐她天赋异禀嘛。师父，你太穷了，我也想要2个师父，再找一个富婆师傅给你养老。乖徒弟，你真是太孝顺了。你放心，等到拜师宴上见到无极神医，你老公的病啊就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师傅，这病我也能治，就是没有药材。这千年龟和万年鸡头我就能找来，就是这百年春蚕难找。至于8月雪啊，我是说让无极神医做个法就能有8月雪了。这么说，还是得请无极神医来，就是不知道无极神医有什么喜好，我们也好提前做做准备。这简单啊，我们去问白桃师姐不就行了？那我和你一起去。你不是病了吗？对，我是病了。我是说，明天咱俩一起去。你问我无极神医喜欢什么？你一个无极神医的徒弟，你不知道师傅他喜欢什么，还来问我？刚才就是你们顶嘴的吧？现在跪下捡瓜子儿。陆氏集团给你们开的工资不少吧？这工作还要不要？你们自己决定。我刚刚说的是跪下去，你听不懂人话吗？
怎么了？不想。不会。陆总，我来。无极神医怎么会收这样的人做徒孙？贵啊，不贵是吧？你想清楚，我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无极神医那可是全金海都要跪舔的存在。太嚣张了！少奶奶，这是什么？说实话药丸，只需1颗，就会变成只能说实话，说出内心真正的想法。你不是想知道无极神医为什么收他当徒孙吗？给他吃这个说实话药丸就可以知道了。白桃师姐，你在说什么啊？师姐，虽然师傅很穷，但是师傅对我可是有养育之恩的。无极神医他就算再有钱，出手再阔绰，我也不能认他当师傅啊。小宁说的没错，钱我们陆家有的是，不缺。师姐，原来睡着了，我还以为师姐被我气死了呢。陆总，那个华多且蜜珠光宝菜饼的店婆又来公司了。谁？慕柔柔啊，她还说是您未婚妻呢，你和少奶奶离了。你等着，我马上过去。你还有你，把这些瓜子皮清理了，等下盛元来了，看到不好，知道看到不好你还乱扔，旁边就是垃圾桶，非要扔地上。说什么呢？我说拖地，聋了吗？穆小姐，我们还有好多工作要忙，这拖地也不归我们管呀。说了，我有多少次叫我少奶奶，别叫我穆小姐。可是我们少奶奶上次刚来过。不许提穆小姐那个贱人！陆总，您总算来了。穆肉肉那个女人真是疯了。她怎么了？穆柔柔，你到底是不是？啊！穆小宁，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真是受够你了！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我怕你问出来我的秘密。不是吧？真的假的？什么情况？怎么办？怎么办？穆小宁刚才给我吃的药丸啊！穆小宁，你别想吓唬我，你别想忽悠大家，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说实话药丸。慕柔柔这个样子，看来她办事的事情恐怕有猫腻。你叫什么？慕柔柔。你最喜欢的明星现在在干嘛？吃牢饭。那你最喜欢的最有用的知识是什么？姿势。你好下流！你看，说实话药丸有用吧？你的银行卡密……这就是犯罪，小心进去。慕柔柔，给我的员工道歉。凭什么？我堂该死！为什么说不出来？难不成真像穆小宁说的，只能说真话？你得给陆盛元的员工们道歉。不可能！我怎么能给这种档次的人道歉？盛元，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妈好不容易才小三上位，抢了穆小宁的婚约给我，我们才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我才应该是陆少奶奶，穆小宁她就是一个贱人，她为什么要回来和我抢？她怎么不死在外面？怎么回事？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妈耶！这也是说实话药丸的效果。是啊，恐怖如斯。抢婚约，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穆夫人是小三上位，不止，听说穆总还是软饭硬吃，太恶毒了，还想让自己姐姐死。闭嘴！闭嘴！不要再说了！穆小宁，今天这账我记下了，后天的拜师宴有你好看。申元，拜师宴过后，你会无比后悔你今天的选择。我本来就很好看啊。陆总，发病了，快把那个补气血的人参丸给他吃。奇怪，怎么没用？不应该啊，之前都是很快就见效了，怎么回事？吃错药了，另外一个药瓶啊，这个。
你干什么？你刚刚吃了说实话答应。我吃了说实话药丸。慕柔柔刚刚吃的那种。你先走，我和你们陆总有事情要处理。好嘞。你想干什么？你已经吃了这个说实话药丸，按理说我是可以对你为所欲为的。我问你，你要有问必答。你别乱来，我的病还没好。老公，你的银行卡密码是什么？爸妈，不知道。我今天去陆氏集团找陆慎元，那个穆小宁当着全公司的面为难我、捉弄我，真是越来越不把我穆家看眼里。我们家柔柔现在可是有无极神医撑腰的，他穆小宁算个什么东西？无极神医这事儿说到底，柔柔神医徒孙的份是假，才愿意带我们穆家一。万一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撒谎，我们穆家就全完蛋了。爸，那怎么办？趁着无极神医这件事还没被揭穿，你得先把陆慎元搞到手。对，等你成了陆少奶奶，谁敢说什么？可陆慎元被穆小宁哄得五迷三窍，根本不把我放眼里。那就生米煮成熟饭。我给陆慎元打个电话，让他过来。这能行吗？放心，拿穆小宁那个野种当借口，他肯定来。来，陆总，走一个。我拿了小宁的东西就走。爸，他开车不能喝，来喝茶。这茶是给你赔礼的，白天是我不对。你不喝，我会愧疚一辈子的。小宁的东西呢？怎么那么热？慎元，我扶你回房间休息吧，请你很清醒。西摩，老公，老公，吓死我了，还以为是死了呢，撞一下就晕了，该不会是不行吧？只是撞了一下，怎么还没醒？他是不是不行？据说正常男人早上的时候会，那我就鉴赏一番。穿着裤子睡觉，什么也看不懂。要不我摸摸？录什么？你摸什么？放开我！慎元，妈，别碰我！你往茶里放了什么？当然是助兴的东西。请你自重。陆慎元，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沈园拿个东西怎么去那么久？你师傅也真是的，搓麻将都凑不齐人。师傅说回山上拿千年龟和万年鸡给他治病，等他回来就只剩百年禅檀和八月雪了。百年禅檀，无极神医的徒弟小医仙用过这个治病。小医仙？是啊，他用百年纯檀治病的时候才10岁呢。无极神医真有钱，那么名贵药材。唉，人家用百年纯檀，我用师傅的蚕宝宝。你呀，以后想买什么，奶奶都给你买。奶奶你真好。知道奶奶好，赶紧让奶奶抱孙子孙女啊。我家别墅，快来！
没什么，没什么，我就是，孙媳妇儿，快来！来啦，奶奶喊我，我先过去。香贤，孙媳妇儿，你们俩啥时候要孩子啊？要不了，当然要不了。哎呀，你们年轻人，我懂得，都给你准备好了。这张100万，月嫂、月子中心都安排好了。这张200万，买车带宝宝逛街开。开车太累了。这张2000万，学区房，不用开车，黑卡无限刷。奶奶，不是钱的事情。你看我做什么？是不是慎元欺负你？奶奶给你做主。怎么了？陆胜元被慕柔柔非礼了，我得去救他，免得他贞洁不保。冲再多凉水也没用，不如让我帮你吧。滚！这药一直憋着，可是会死人的。我先去换衣服，等你哦。小白，臭狗，滚！小白，你主人呢？在这儿，呀！穆小宁，你又怪我好事！过来，我有事告诉你。什么事儿？你，可以吗？真的假的？真的。没事儿，奶奶给你想办法。阿云，老夫人，以后咱们食谱早上要牛鞭炖鸡肾，配枸杞羊肉粥，5碗多吃肉和海鲜，猪腰子、羊腰子、海参都安排上。韭菜炒生蚝，红烧鸡腰子，最后再来个十全大补汤。少爷身体弱，必须好好补补。我先去公司了。奶奶，我也吃好了。那孩子的事儿，奶奶，陆胜元说他想先治病再要孩子，就怕他这病治不好啊。不会的，我师傅已经去找药材了，明天就是慕柔柔的拜师宴，无极神医也会去，到时候我们请他给陆胜元治病。也只能先这样了，我就是心里怕。任务完成，回家找宝贝徒弟去喽。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孙文，你现在得马上去城西一趟。怎么回事啊？城西地皮出事了，我们已经投进去上百亿，要是陆总，我这就过去。路上小心。到底怎么回事啊？慕柔柔放话，金海谁和陆氏合作，就是和无极神医过不去。慕柔柔这么嚣张，我找她去。你再给他弄俩熊猫眼啊？她该不会是因为昨天的事儿在报复你吧？不关你的事啊！慕柔柔空有无极神医做靠山，以为自己能独步金海了，却不知道商场不是小孩子打架，比谁拳头硬。听不懂。
穆柔柔现在顶着无极神医徒孙的名号，京海的企业在表面上自然敬他3分，怕他3分，都躲着我陆氏集团，但也只是这几日。为什么？因为这些企业很快就会发现，穆柔柔占着无极神医徒孙的名头，却什么都给不了他。妈，明天拜师宴，我穿这件好看不好看？好看，好看，我闺女就是好看，比穆小宁那个小野种好看100倍。等明天拜师宴，闪瞎他们的狗眼！爸，这是哪个不长眼的员工又惹到你了？还不是你们2个办这个拜师宴要花老子多少钱呢？你上次在拍卖会上买那些破石头花了整整1个亿，结果呢？公司能用的现金早就被你败光了。爸，我上次那是被穆小宁给整了，这次不一样。等明天拜师宴一过去，我坐实了无极神医徒孙的名号，京海市那些企业还不抢着来和我们合作？是啊是啊，说不定到时候那个陆胜元都抢着娶咱家柔柔呢。别让我失望！挣钱好难啊。奶奶，咱俩出去赚钱吧。回来了。城西那边情况怎么样？城西那边已经安置妥当了，就是什么？说呀，支支吾吾的做什么？穆柔柔那边给京海市的各大企业发了邀请函，说是要准备成立一个京海市商会联盟，没给我们陆氏发邀请函。没有，陆总，他这不是针对我们陆氏吗？意料之中。对了，少奶奶今天干什么呢？一直不见人影。您还是自己看吧。今天咱们就表演一个七旬老太抡大锤，美少女胸口碎大石。哎呦！惨不忍睹。明天就是穆柔柔的拜师宴了，我先去准备了。去吧去吧。无极神医那边如果有消息，随时汇报。是。拜师宴终于到了。啊，孙媳妇儿，奶奶已经73年没有上过班了。奶奶，您不是才73岁吗？是啊，都怪我得罪了穆柔柔，她才针对陆家的。我刚刚听到孙文说城西地皮值100多个亿呢，要是全赔了，我会难过死的。我要努力赚钱。孙媳妇儿真是太厉害了，奶奶跟你一起去。那我们要怎么赚钱呢？赚钱方案1：算卦占卜，看相摸骨。你们俩谁怀了？我。算肚子里面是男是女？男孩。你老婆姓宋，今年32，你们结婚7年，生了6个，6个全是女娃。这胎想要男娃。你这准吗？结账吧，王先生。我不姓王啊。孩子爹姓王啊。赚钱方案2：风水看玉，西木占星。开摊啦！第1次免费。他不喜欢你，他不是没钱，他只是不想给你花。你不是小奶狗，你是小舔狗。分下一个。正常人不会一天洗10次澡的。他不喜欢你，你俩没戏。但是他是不是还喜欢我？恋爱脑太多了，这钱赚不了一点。钱难挣，屎难吃。陆奶奶，赚钱方案3：胸口碎大石。啊？这什么茶？武夷山大红袍。你知不知道这茶7万1斤啊？换掉。是。慢着，这种7万1斤的茶，只能给身家过亿的老总倒，1000万级别的拿普通绿茶给他们喝，懂了吗？那身家不到1000万的呢？蜜雪冰城点几杯柠檬水，懂了。站住！你傻呀？蜜雪冰城不要钱啊？身家不到1000万，给他们倒点白开水得了，还想喝茶？是。这才有点我们穆家人的样，平日里大手大脚的像什么样子？爸，咱们可说好了，今天拜师宴，你可得好好配合，不光要从那些老总手里骗到钱拿投资，还要逼婚陆胜元，让穆小宁身败名裂。穆柔柔，你还真是死性不改。奶奶，慢点儿。
穆小宁，我不是说过不许你来参加我的拜师宴吗？穆小宁和狗不得入内。小白，他不让你进去。穆柔柔，无极神医来了吗？你听不懂人话吗？这里不欢迎你。穆小姐，请你说话放尊重点。陆慎元，我曾经对你痴心一片，你被穆小宁那个贱人迷惑，我不怪你。但如今我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你对我还是这种态度，你的病难道就不想治了？无极神医什么时候来？无极神医如果在，我会好好跟他解释。用不着。没事，我师父不是说他也认识无极神医吗？到时候让我师父来请无极神医给你治病，这能成吗？穆柔柔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今天是我穆柔柔的拜师宴，宴会开始前，我得到消息，我师祖无极神医很快就会到。无极神医要来，太好了！哎呀，这大城市的路怎么那么难走？又走错。今天参加拜师宴的诸位都是我穆柔柔穆氏集团的朋友，除了穆小宁。陆家在少奶奶，大家还不知道吧？当年我父亲穆元白和我母亲十分相爱，但穆小宁的生母呢，硬是横刀夺爱，逼婚我父亲，让我们一家三口整整分离了5年。穆柔柔，明明你妈才是小三，你再造谣我就要打你了。如今穆小宁有样学样，夺走了我和陆氏集团的婚约，取代我嫁进了陆家。穆柔柔，你颠倒黑白，对你有什么好处？申元，你现在和他离婚娶我，我就让我师祖无极神医给你治病，好不好？好个头啊！不愧是我小师妹，气势十足嘛。白桃矿主，白桃矿主，怎么那么生气？师姐，他让陆慎元和我离婚娶她。啊？这个白桃是不是知道你是假的？怎么办呀，柔柔，你快点想办法呀！哎呀，爸妈，我早就有准备了。白桃爱喝酒，这几天我一直让酒店往他那儿送酒的。白桃师叔，谁是你？师叔，这么远过来累了吧？我让人带您去客房休息一下。我不，小雨，你们过来一下。是。白桃矿主，白小姐，白矿主。送白桃师叔去休息。是，这都行。好看吗？师姐竟然也是个恋爱脑。穆小宁，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吧。诸位实不相瞒，今天我请大家过来，就是想让大家为我做个见证。穆小姐，您尽管说。我师祖无极神医可以济世救人，但不能白救。救你们得给我们穆氏集团投资，救陆慎元。陆慎元要明媒正娶，迎我回陆家。你们说这是不是很公平？是啊，对，没错。谁有异议？我。师傅，老许，你可回来了。师傅，药材找齐了吗？齐了。那就差无极神医的百年春蚕和8月雪了。穆家丫头是吧？我听你刚才那意思，是要陆慎元和我徒弟离婚娶你？许先生，我师祖无极神医他老人家没和您一起来吗？无极神医他已经来了。那师祖他老人家？我就是无极神医。师傅，你怎么成无极神医了？不可能！乖徒，和我一起上台。去吧。安排了，我就是无极神医。我旁边这位就是我的小徒弟穆小宁。穆小宁，臭老头，你说是就是啊？你怎么证明？你怎么证明？我知道了，一定是穆小宁和你串通好的，你们故意的，你们都是骗子，撒谎！尘花重放，枯木逢春。
长头发了，我长头发了。能证明了吗？小心，穆小宁，无极神医，不可能！师祖，我错了，我不知道穆小宁是您徒弟。别乱喊，我可不是你师祖。你是，你看这我师傅给我的玉佩，我师傅说了，有这个玉佩就是他徒弟，就是您徒孙。这不是我的玉佩吗？这是我的，我师傅给我的。三祖，您看，我真是您徒孙。真的假的？无极神医能不知道？慕柔柔也是真的。不像，看无极神医怎么做。这玉佩倒是真的。师傅，偷我小宁乖徒的玉佩，这弥天大谎，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圆。你师傅是谁？我师傅。说啊，你师傅是谁？你根本没有师傅，这个玉佩是我的。胡说！穆小宁，你不要血口喷人。那你说，你师傅是谁？说不出来了吧？怎么办？有了！无极神医徒弟众多，我只需要说一个离金海最远、最神秘的徒弟，就能瞒天过海。我师傅是小医仙。你知不知道小医仙是谁？小宁，师祖，我师傅确实是小医仙，师傅跟我讲的，外面的人都叫他小医仙的。你说你师傅是小医仙，小医仙本人知道吗？宁，他是你徒弟？什么？啊？他不是说他是小医仙徒弟吗？师傅，小医仙是哪个师姐啊？小医仙是你啊，傻徒弟！我？怎么可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穆肉肉，你冒名顶替，鱼目混通。你母亲柳琴鸠占鹊巢，横刀夺爱。你父亲穆元白始乱终弃，枉为人夫，抛妻弃女，退为人妇。今日，我许如推以无极神令宣告天下，正式永久封杀穆氏集团。完了，全完了！穆柔柔，你是要害死我呀！爸还有机会的，我还有机会，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机会？你还想要机会？你是觉得害我害的还不够是不是？别喊我爸，我不是你爸。我现在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穆小宁。小宁，我离我远点，不然揍你！病治好了，我去告诉奶奶他们这个好消息。先别去，有更重要的事情。什么？睡我。你治了我的病，我以身相许，很合理。你不许造谣我不行。我没有造谣，你之前就是不。别再辜负爱的承受。